在还没学会降龙十八掌之前，外加一双天残腿的武功绝学，是个人都不敢来此挑战抓虾摸蟹送指头。而这位正在捕蟹的高人却一次性掌握了2种如此高级的武功，轻松便将一只大青蟹的任督二脉拿捏在手，而一双天残脚更是发挥出了强烈的压迫感，硬生生将螃蟹的天灵盖踩在脚下，让其动弹不得，并且在3下5除2的手速下便能将大青蟹捆扎得不成蟹样。今天这期视频将带大家见识一下捕捉大青蟹的震撼场面。拉库里是上下3村出了名的捕蟹高手，每次出发捕蟹之前都必须腰缠绑带，随即便马上赶到满地大青蟹的红树林里，迈着矫健的步伐趟过膝盖深的淤泥，并且靠着一双能让巨蟹闻风丧胆的手，即刻让其高举双前投降。虽然猛烈飞舞着巨钳看似凶悍，但却被拉库里轻松化解。此时的攻击已经变得毫无意义。经过一番你来我往的激烈较量，大青蟹最终还是后门漏风被抄了后路，一大早便收获到一只1000克的大公蟹，随后开始享受有内味的单脚踩踏，让他无法动弹。紧接着拿起一根彩带便往他的身上套，娴熟的捆扎手法瞬间让大青蟹没了先前的威风架势，只能一脸懵逼任人摆弄。这一对巨大的蟹钳便足以让人饱餐一顿。此时蛇皮袋就是他的最终归宿。行走在刚退潮的红树林里相当困难，你不知道下一步淤泥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踩，而且全凭拉库里的第6感来摸索大青蟹，随时都有可能把手指头贡献给这片沼泽地。但对于拥有30年捕蟹经验、35岁的拉库里来说，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而刚捕捉到的这只螃蟹，经过一番抚摸，却发现是一只软脚蟹，随即便将其直接放生。而另外一只母蟹也难得享受了同等待遇，一对青梅竹马又有机会再次相聚。此时刚起身没走2步，便又发现一只他以为隐藏的天衣无缝的大青蟹，操起左手从他的后背来个偷袭，拿起来却发现居然少了一只蟹钳，但出于对残疾蟹的关爱，唯有将其放生。只要发现大青蟹的身影，拉库里就会快马加鞭地赶过去，矫健的步伐在淤泥中如履平地，还没来得及反应的螃蟹就已经被按压在泥坑里动弹不得，轻松便拿捏住了他的任督二脉，随即从腰间抽出一根红绳，就地镇压在泥土里进行捆绑。从被抓到被捆绑只用了不到10秒钟时间，此时的大青蟹也只能原地蒙圈，毫无办法。刚把第2只大青蟹装入袋中，便匆忙赶往下一处捕捉地点，远远的便已经发现2只螃蟹横在水中央。2只大青蟹在感受到威胁之后，纷纷举起双钳进行反抗。刚赶到的拉库里迅速转移焦点，先行捕捉另一只体型较大的螃蟹。在浑浊的水下捕捉大青蟹是极其危险的行为，因为不知道下一秒你的手指还会不会连着手掌。而这一只螃蟹在刚抓出水面，还没认真瞧上一眼，就被立马丢回水里，转身捕捉另一只。此时大青蟹举起巨钳也无济于事，在拉库里的眼中也只不过是投降的表现，随即便马上带到岸边，迅速拿起绳子将其五花大绑，继续艰难地行走在深达膝盖的淤泥中。体型较小的螃蟹会被拉库里无视，直接绕到旁边2对正在晒太阳的情侣间走去，对着其中一对情侣反手便将其拆散。而处在享受中的公蟹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，便被拉到岸边给绑了。在黄金右脚的重压之下，大青蟹毫无反抗之力。此时另一对情侣在看到此种恐怖情形，便拖家带口跑到水里躲藏，而拉库里却选择了无视，直奔另外一只体型较大的青蟹跑去。只要螃蟹在水中举起双钳，就会暴露出致命弱点，随后他的后门大开，便给了拉库里捕捉的机会，也同样享受到了被五指巨脚按压的快感。高超的捆扎手艺让其难以动弹。此时拉库里背着10几公斤重的大青蟹快速行走在淤泥中，犹如海王驾临，只要发现泥坑中有任何动静，都会伸手摸索一番。毫无意外，又是一只大青蟹隐藏在泥坑当中。刚回到家就被拉库里逮了个正着，这真是到了8辈子大霉，倒霉到家了。此时将绑扎好的青蟹丢入蛇皮袋中，随后继续捕捉其他正在打情骂俏的情侣。在这一大片红树林沼泽中，螃蟹的数量非常巨大，丰富的资源每次都能让拉库里满载而归。而为了可持续发展，他的捕蟹宗旨便是只抓大蟹和公蟹，从不抓小蟹和母蟹，为别人和自己留一条后路。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一片红树林里，每走一步都能够发现螃蟹的踪影。它们都喜欢藏匿在小鱼小虾的附近，这些都是螃蟹的食物来源。有了充足的食物，才会造就这里的螃蟹异常肥美，而且只有顶级食材才会出自这些肥沃的土地。乌黑的淤泥底下已然成为大青蟹的天然养殖场，甚至在同一个地方有好几只螃蟹隐藏其中。此时拉库里甘愿冒着断指的风险继续往下搜索，炉火纯青的捕蟹手法很快就找到了他的命门。而在路过一块巨大的朽木时，立马操起旁边的木棍便开始往底下捅。
把隐藏在里面的螃蟹都给吓出了响。已经无处可逃的大青蟹很清楚自己的处境，无论怎么逃也还是逃不过拉库里的降龙十八掌。经过一轮你来我往的单挑，最终还是被抓出洞口，立刻被镇压在枯木上面，瞬间让他的脑瓜壳子嗡嗡作响。这要命的重量让大青蟹喘不过气来，一动不动，任由人类进行捆扎。而这一次拉库里直接升级为一手一只蟹，依然能够轻松应付。为了方便将其捆绑，只能左右脚开弓来稳住他们的天灵盖。那么面对满地的大青蟹，大家是否也敢下去捕捉呢？